如果半夜你听到室友的呼救，你会继续装睡还是醒来帮他？我的宿舍是8人寝，那天只有我和叶子2个人在寝室。由于天气太热又没空调，在睡觉前我就把窗户打开了。可没想到晚上发生的事情至今让我心有余悸。睡得半梦半醒之间，我突然有种莫名不安的感觉，就像有人在一直盯着我看。我瞬间就惊醒了，透过蚊帐观察了一下，直到我视线扫过床尾方向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那边有一块暗影。开始我以为是谁挂在那边的衣服，但我又仔细回想了下，床头那片根本就没放东西。这个想法让我顿时渗出了冷汗。而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一个离我很近的呼吸声，声音粗重有力。就在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的时候，我清晰地听见了叶子在自己床铺上翻身的声音，而我正盯着的那个黑影居然动了。只见他缓缓移动到我的床边，此时我终于看清楚了，那是一个男人的身影，他应该是站在我床头一直盯着我看。我吓得一动不敢动，虽然是夏天，但我从头到脚都凉透了，我整个人也都吓傻了。2个弱女子的宿舍进来了一个男的，我身边就一个关机了的手机，能用来干嘛？从我醒来到发现对方，我足足盯着他看了将近1分钟。我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发现我醒了，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？我确认睡觉前反锁了房门，难道是窗户？可这里是2楼啊！想到这，我顿时肠子都悔青了。僵持间，我看着他缓慢地走到我床边的桌子上，拿起我放在那边的一些钱，清点了起来。我微微松了口气，他应该是没发现我醒了。我一边盯着他，一边思考着对策。首先，我手机关机，求救的话要先开手机，但开机后会有声音，绝对会被发现，不行。接着，我又想着要不要开门向其他宿舍求救，但我从床铺到大门有好几米远，门还是反锁的，中间耗时太长，万一男人随身带了什么武器，还是不行。也完全没有想过一个人单挑制服对方，我也肯定打不过。叶子还在睡觉，也帮不上忙，没办法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但我在害怕的时候会不自控地微微发抖，咽口水。我一边努力控制住生理反应，一边观察对方的动作，他一直在翻动着什么东西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就在我觉得自己浑身都僵了的时候，他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野范围内，脚步声依旧在宿舍内徘徊，伴随着轻微翻找东西的声音。这些声音刺激着我的耳朵，告诉我对方一直在。因为怕被他发现我醒着，也不敢转头去看那人现在在哪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声音突然全部消失了，整个宿舍一片寂静，只有叶子翻身的声音偶尔传来。他是不是走了？我鼓起勇气，轻轻转头观察着宿舍。突然，我在叶子的床边又看到了他，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刚刚想放下的心又提起来。叶子的惨叫声传来，我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。趁着室友的声音，我立马爬起身，将手机开机，用着发抖的声音冲他喊：叶子，你怎么了？有人摸我。他的声音带着哭腔。此时我的手机已经开机了，打开灯光照向叶子的方向，就发现那个男的依旧直直地站在他床边，有可能被他的叫声吓到了。当时我也特别害怕，也完全想不到趁这个时间拿东西自卫什么的，脑袋都是空的，只想让他赶紧走，于是直接就对着那个男的大喊：你是谁？快走！那个男的可能也被我喊得清醒了一点，没再直愣愣地杵着。几秒钟后，我听见对方落地的声音，接着是离开的脚步声。确认他真走了以后，我赶紧开灯，跑去窗边锁好窗户。锁上窗户的那一刻，我才真的算放下了心，腿软地坐在地上。随后通知宿管和保安，报了警。后续由于快放暑假了，我也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抓到那个人。如果当时叶子喊我的时候，我沉默装睡，真的难以想象男人会做出什么事。但是从此以后，我们寝室再也不敢开窗睡觉了。我从没想过单身24年的我，竟然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。睡得迷迷糊糊时，我被短信提示音吵醒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：亲爱的，你睡了吗？我订了你最爱吃的猪脚面。我翘了翘嘴角，随后又瘪了下去。猪脚面的确是我的最爱，可这个发消息的人是谁？发错了，我回了一句，蒙头继续睡觉。我刚要睡着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我有些抓狂。谁呀？我烦躁地应了一声：外卖。先放门口吧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，外面的人应了一声，接着没了动静。我跳下床走到门口，愣了2秒才反应过来，我根本没订餐，哪里来的外卖？紧张的气氛瞬间被拉满。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蹑手蹑脚地透过猫眼看向外面，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并没有人。我迅速把外卖袋拿了进去，猪脚面还是我最爱吃的那家，不会是刚才发消息的人订的吧？正疑惑间，面好吃吗？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家地址？我皱紧眉头，思索着是不是哪个朋友无聊的恶作剧。电话却突然响起，盯着手机半晌，我还是接起了电话。佳佳，原谅我吧，我是爱你的。一个充满磁性的男声响起，我张大了嘴巴，他居然还知道我的名字。哎，你肯定是找错人了，别再找我了。我很是反感的解释。别闹脾气了好吗？这人神经病吧？如果你是恶作剧的话，请适可而止。你这已经是骚扰了，你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。挂断电话，
我直接就将号码拉黑。次日早上，手机再度响起，我不耐烦地接起了电话。唐女士，你的鲜花麻烦签收一下。跑腿小哥机械地说：“怎么会有人送花？难道又是昨晚的那个人？”懵逼的我起床打开了门，看到跑腿小哥手里的花，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红色的包装纸下，一大束黄白相间的菊花，颜色的反差让这束花显得很诡异。哎呀，谁这么缺德呀？旁边正在扫地的刘阿姨说了一句，我怀里的花就像炸弹，被我直接抖落在地上。这时电话再次响起，又是陌生号码，我气愤地接起电话。喂，唐佳佳，你是不是唐佳佳？女人愤怒的声音响起，我愣了2秒，感觉有些莫名其妙，蹙起眉头犹豫地问道：“你是？”唐佳佳，你这个狐狸精！女人爆了粗口。你有病吧？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。我被她气得够呛，母胎单身24年的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：“你少在这给我装像了！那个渣男又是给你订饭，又是打电话，你真是不要脸！”电话那头，女人的火气很旺。听了她的描述，我豁然开朗，原来她和昨晚上那个人是一家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你们再骚扰我，我真的会报警！臭不要脸的东西，你给我等着！女人咬牙切齿地挂断了电话，从来没被人这么劈头盖脸地骂过。我脸色涨红，气得眼泪都泛了出来。你是不是得罪谁了？刘阿姨递过来一张纸，哎，别哭了，我帮你把这花扔掉。冷静下来后，我有些害怕，随后又安慰自己，倒霉是不会都让我碰上的。谁知次日一早，我刚走到单元门口，一个凶悍的中年妇女从角落里窜出来，用力抓住我的胳膊，大声地吼着：“你这个小三儿，终于让我逮到了！”我从没想过单身24年的我，竟然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。我挣扎着摆脱女人的束缚，狠狠地瞪着她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少在这里信口开河。中年妇女一脸鄙夷。现在的小三真猖狂啊，提上裤子就想不认账啊。她的声音很大，立即引来众人围观。你认错人了。我涨红了脸说，女人根本不听我解释，钳着我用力往外拖。我急忙呼救，却没有人愿意帮忙。大姐，把你男人喊出来，我们对峙一下。我决定反向自救。女人愣了一下，猛地停住脚步。我顺势挣脱她的束缚，和她拉开距离。周围有人窃窃私语，怀疑可能是女人认错了人。听到有人向着我说话，我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女人甩了甩头，冲着人群里吼了一嗓子：“赶紧滚过来，别做缩头乌龟！”顺着女人视线的方向看过去，一个缩头缩尾的男人从人群中走出来。我看着他，迅速进行了人脸搜索，确定根本不认识他。男人看了我一眼，窝囊地说：“老婆，别闹了，我……”男人的声音我莫名觉得熟悉。女人暴喝一嗓子：“你出轨的时候想过我会闹吗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！”我气得浑身颤抖，大声辩驳：“佳佳，咱们的事儿他都知道了。”男人急得直跺脚，貌似小声提醒我。听他喊我名字，猛地反应过来，这几天给我打骚扰电话的就是他。你们是一伙的！我怒目切齿，声音嘶哑地说：“不要相信他们，他们是骗子！”可惜我的话没能激起一点水花，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看热闹似的在一旁举着手机，鄙夷、唾弃、不屑。女人连拉带扯的把我往小区门口拖，男人跟在身后，眼里闪烁着得逞的光芒。我再次呼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突然，刘阿姨冲出来拦在路中央。哎，你说他是你的小三，那你能说出他的具体情况吗？刘阿姨怒视男人，问了他一大堆问题。男人被问得有些慌神，根本答不上来。女人骂刘阿姨多管闲事。我已经报警了啊，警察马上就来了。刘阿姨挺着胸膛说：“听说警察要来。”两个人对视一眼，松开了我。你给我等着！女人叫嚣着慌乱离开，直到他们消失不见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整个人瘫软在地。刘阿姨扶着我：“别害怕，我送你回家。”听着她温柔的语气，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今天多亏了她帮我摆脱困境，否则我早就被这骗子拐跑了。刘阿姨帮我送回了家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都过去了。”然后递了一张纸巾给我。一股特殊的香味袭来，突然眼前天昏地转，眼皮沉重万分。最后的画面停留在刘阿姨诡谲地看着我笑，眼里的寒光阴暗逼人。我一脸震惊，不甘地闭上了眼。你们回来吧，搞定了。猛地睁开眼睛，我怎么又回到这里了？我看着女人连拉带扯的把我往小区门口拖，男人跟在身后，眼里闪烁着得逞的光芒。如果按照刚刚的剧情，我的呼救只会引来刘阿姨，然后陷入更危险的境地。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带走。我心一横，将男人旁边彪形大汉的手机夺了下来，用力的摔在地上，狠狠的用脚去踩。叫你拍，我叫你拍！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彪形大汉根本来不及阻止，等几个人反应过来时，手机已经粉身碎骨。你赔我手机！彪形大汉冲过来要拉扯我，我眼疾手快躲在男人身后。彪形大汉薅住男人的脖颈，狠狠地说：“不赔我手机，今天谁也别想离开，让警察管管。”听着悦耳的警笛声，我终于安心下来，颤抖着不停地对着彪形大汉道谢。
我居然亲眼目睹了一场凶杀案，一个男人手握棍子对倒地的女人一下下砸去，我害怕地蹲下来，慌乱下碰翻了旁边的花盆，闹出了很大的动静。凶手突然停下手里的动作，凶狠地看向我，下一秒，一颗石子打在阳台的玻璃上。完了，这是要被发现了吗？额头瞬间冒出一层冷汗。我小心翼翼从阳台挪动到门后面，就在我准备打开手机报警的时候，忽然身后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，又一个小石头从外面打碎了阳台的玻璃，血一下涌上我大脑，一个可怕的想法浮在我脑海里，凶手或许在试探，也在确认这到底有没有目击证人。若此刻我起身的话，一定会暴露自己。可就在此时，我再次听到石头敲碎玻璃的声音，只是这个声音来自我楼下的邻居。难道目睹凶杀案的不止我一人？我躲在门帘后悄悄站起身，微微往阳台方向看去，却发现凶手已经不见踪迹。他去哪了？该不会潜入这栋楼了吧？这个念头让我害怕的直吞口水。我一直趴在猫眼上窥视门外的情况，握着水果刀的手心上全是冷汗。昏暗的走廊空无一人，我握着门把手一直守到天亮，平安无事。一夜未睡的我精神依旧高度紧张。此时楼下传来警鸣声音，我跑到阳台望去，楼下已经被警戒线围起来。我走到楼下，隐在人群中，看着警戒线里的勘察人员在现场取证。真是造孽呀！谁这么残忍呐？周围的吃瓜群众议论纷纷。在人群中，我忽然看见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黑衣男子沉默地看着女孩尸体，他的身形像极了昨晚的凶手，而他前面站着几个制服大叔，只要我大喊一声，他就能被抓住。凶手在犯案后都会回到案发现场，看看自己是否有疏漏。他压低帽檐，藏在人群中，看着近在咫尺的凶手。我选择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直到他悄然离去。比起见义勇为，我选择自保。一个刑警循例盘问楼里的居民，我看见住在我楼下的男子表情有些怪异，而他同样用难以言喻的眼神看着我。昨晚你有听见什么声音吗？没有。死者是不是住在你们这小区的？我搬过来没多久，不太清楚。刑警走后，邻居男子走到我身边，眼里都是不安。昨晚你也看见了是吗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眼睛四处乱瞄，寻找黑衣男身影，生怕邻居男的话被凶手听见。邻居男越发靠近，不依不饶地抓着我的手臂，嘴里重复着那句话：我听见楼上有玻璃破裂的声音，是你家吧？所以你也看见了，你也清晰地听见了。我不耐烦地推开男子，但心里已经疯狂地点头。是的，我瞧见了，我还发现了凶手就在附近，但是没告诉警察，因为我怕死啊。这句话埋在我心里，一直捶打着我的负罪感，直到邻居男无意说了一句话，让我毛骨悚然。我知道你看到了，你说他会不会来杀我们灭口？我害怕地看了一眼男子，和他保持一段距离，转身快速离开小区。晚上下班回来，尽管心里害怕，可我的余光还是不自觉地扫向警戒线里面。尽管地面的血迹已经干涸，可猩红的颜色还是让我脸色惨白。我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走进电梯间，电梯即将关闭的刹那，忽然一只手伸了出来。我居然亲眼目睹了一场凶杀案，而凶手似乎发现我了。在电梯即将关闭的刹那，忽然一只手伸了出来，我紧张地向后退了2步。不好意思，我的时间快来不及了。原来是外卖员，他头上戴着黄色头盔，手里拎着一袋外卖，但他的眼睛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。我的心里隐隐不安。电梯缓缓上升，等到了3楼的时候，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那个外卖员并没有按楼层。4楼到了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可我的腿却像灌了铅一般，根本挪不开步。外卖员带来的压迫感几乎让我窒息。你的楼层到了。外卖员低沉地提醒我，随即他的手伸到了前面，我吓得险些尖叫，身子不自觉地绷紧。下一秒他按了数字5，又把手缩了回去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假装镇定地走出去，却一直徘徊不前，直到电梯门完全关上，我才无力地瘫倒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第2天，我刚下班回家，急促的警笛声响起，小区里又出事了。昨天和我说话的邻居昨晚被杀了，凶手伪装成外卖员敲开了他家的门，他在报复目击者。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？我害怕的心都要跳出来，瘫在床上用被子裹紧自己，还觉得寒气不断地侵蚀5脏6腑，这一切太可怕了。电话不合时宜地响起，太过紧张的我忽然手一滑，手机掉到地板上。我弯腰低头捡手机时，恐惧从血管迅速涌上我大脑。手机背后的镜面上赫然出现一张模糊不清的脸，那张脸就藏在我床底下。我惊骇地瞪大眼睛，身子微微颤抖。为了不引起对方怀疑，我佯装若无其事地接起了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是快递呀。好的，
我这就去取。我小心翼翼地走出卧室，心却像是在刀尖上狂跳。走出家门后，我一路狂奔，冲下了楼，鞋子都不知何时跑丢了一只。警察来我家里进行了搜查，可男人已经逃匿。根据床下的灰尘痕迹显示，曾经的确有人躲在这里。我不想死啊！我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没敢把之前看到凶手的事情说出来。家里是不敢待了，我只能跑到了表哥家去借宿，这也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下来。第一晚睡得格外香甜。第二晚，我正打算睡觉，业主群里突然发来几条消息，我放松的神经再次绷紧，用力握着手机，听说保安老刘被人杀了。这种事可不敢乱说，最近咱们小区人心惶惶。接着一张图片被发到群里，老刘仰面躺在地上，满头的血迹，眼睛瞪得格外圆，一脸不可思议。我吓得直接将手机扔在沙发上，因为老刘竟躺在我家门口。这绝不是偶然，凶手其实想要除掉的是我。这个念头让我毛骨悚然，我一阵眩晕，浑身止不住地颤抖。我赶紧反锁了大门，又把窗帘拉好，尽管这样，还是浑身发抖。用力的敲门声让我的心脏漏了好几拍，我下意识地看了时间，晚上11点，空荡荡的房间里，这诡异的气氛让我汗毛竖立。我用手捂住耳朵，企图将敲门声屏蔽。手机突兀的响起，是表哥打来的。我慌得吞了吞口水，瞄了一眼门口，迅速按了接通键。喂，怎么不开门啊？睡着了吗？我没带钥匙。我起身向门口走去，但凶手带来的阴影让我小心翼翼地趴在猫眼上向外看。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只有表哥无奈地站在门口。看清他的脸后，我稍稍放松了警惕，将门打开一道缝。表哥还没来得及迈步，就被一个黑影揪住头发，一刀割喉，直接栽倒在地上。随后，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猛地伸进门缝，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正轻蔑地看着我。那个凶手真的找来了！我吓得惊声尖叫，用力推着房门，可怎么也关不上。男人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对准我的脸狠狠地甩了一耳光，天旋地转间，一把冰冷的刀刺向了我的心脏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捂着心脏的位置，那痛感还在，我疼得吸了一口凉气。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，不宜有大幅度的动作。一个医生模样的女人说。此时我才留意到自己正在医院里，周围站着警察和医护人员。凶手抓到了吗？我紧张兮兮地问。一名警察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我们赶到现场时，凶手已经逃走，并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不过请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人身安全。我哥呢？他人没事吧？我望着他们，眼睛里写满了希冀。宋女士，很抱歉，他被凶手当场毙命，请节哀。听到这个噩耗，我失声痛哭，能活下来实属侥幸，因为我的心脏在右边，凶手刺穿的是左边。看着之前的那个刑警也在，犹豫再三，我最终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包括凶手的长相告诉了他。这么重要的线索，你之前为什么不说？听完我的话，警察激动地问。我太害怕了，我不敢。我特别愧疚地小声解释。真是糊涂，如果当初你们有人勇敢地站出来，就不会有这么多悲剧发生。的确，那个女孩遇害时，我们都选择了装聋卖哑，不敢报警，也没人去作证，这才让凶手逍遥法外，更加猖狂。我们不仅是受害者，更是命案发生的帮凶。在我提供的证据下，警方很快就瞄准了犯罪嫌疑人，他终究会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，而我因为自己的懦弱，也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。我从没想过只是送个快递，险些把命给搭上。我是一名快递员，今天是我上岗第一天，负责的区域叫马几小区。而奇怪的是，这个小区只有一栋大楼，小区保卫室门口挂着一张醒目的快递员守则，虽然已经泛黄，字迹却格外醒目，猛地看过去，透着几分诡异。马几小区一共有6层，没有第7层。405住户是一个小女孩，她喜欢童谣，想要安全地离开她家，记得唱童谣给她听。502的孕妇是个奇葩，喜欢开玩笑，千万不要进她的家。601的老人患有老年痴呆，不要相信他说的话。快递员送快递时，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请保持安静。6在楼道里碰见住户，不要主动和他搭讪，更不要收他的任何东西。我默念了几遍守则，打算认真遵守，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我不想被投诉，更不想被炒鱿鱼。你就不好奇1至3楼需要遵守什么规则吗？低沉的声音猛地在我身后响起，吓得我一个机灵，猛地转过头去，面前是一位慈眉善目的光头大叔，他穿着一身灰色保安制服。你好啊，姑娘。他热情地给我打招呼。大叔你好。我冲他笑了笑。咱们这1到3楼被一个杀猪匠给买下来了，做了肉食品加工厂，工厂平时很忙，没时间收快递。保安解释说，大概是保安的话给了我心理暗示，我总觉得周围弥漫着一股血腥味。今天的快递是一部手机，收件人是6楼的孙广才。我拿着快递快步走进楼道里，楼道的光线很暗，我打开了手电筒，光亮下的楼道破烂不堪，扑面而来的是潮湿气息和腐烂的味道。这样的环境真的能住人吗？我有些胆怯，突然间，一只老鼠大摇大摆地从我的面前跑过，我吓得魂都要没了。
跳着脚刚打算尖叫，猛地想起了快递员送快递时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请保持安静这条规则，害怕触犯规则会受到惩罚。我使劲捂着嘴巴，直到尖叫从嗓子里滑回胸腔。我的脸憋得通红，委屈地抹了抹脸上的泪水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走到3楼拐角处，迎面走来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。他看到我先是一愣，随即翘了翘嘴角，真有这么热吗？看你跑得满头大汗。男人充满磁性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，正打算开口搭话，第6条规则浮现在我的眼前：在楼道里碰见住户，不要主动和他搭讪，更不要收他的任何东西。我尴尬地冲他笑了笑，身子向旁边靠了靠，给男人让出一条路。男人又瞄了我一眼，递了一条白色手帕过来，擦擦汗吧。我社死地摇了摇头，然后上了楼。隐约间，我听到男人的笑声，他说我们还会再见面。我一口气冲到了6楼，601的门口放着2袋垃圾，里面有纸尿裤，还有些剩菜剩饭。他家里有小孩子。我支棱着耳朵听了听，并没有听到小孩的啼哭，或者说整个小区都陷入诡异的寂静中。突然间，门被打开了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后退2步。开门的是个老头，刚刚是秋季，他竟穿了件羽绒服，头上还戴着毛线帽，眼睛浑浊地看着我。送快递的？是的，麻烦你签收一下。我将快递盒递给他，是纸尿裤吗？他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是部手机，我诚实地回答。老头冷哼一声，谁说我要买手机？我要买的是纸尿裤，我孙女要用纸尿裤。他用力地晃着快递盒，生气地吼着。我屏住呼吸，蹑手蹑脚地靠近楼梯，准备开溜，生怕老头会迁怒于我。眼神不经意瞄到屋子里，我意外看到了老头的小孙女，她躺在沙发上，穿着一条纸尿裤，不哭也不闹，因为她是个塑料人偶。第4条规则说的果然没错，老头就是有老年痴呆，他的话不能相信。丫丫不哭，爷爷回来了。老头扭头进了屋，小心翼翼地抱起人偶娃娃。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，隐约间他竟然冲我眨了眨眼，我吓得腿有些软，一个踉跄差点从楼梯栽下去。我终于走到了楼门口，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，小区地面湿哒哒的，我的脚下一滑，一屁股坐在地上沾了一手泥。我赶紧掏出纸巾擦擦，看到纸上泥水的颜色，我一下子傻眼了，竟然是殷红色，还带着甜腥味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本姑娘再也不来了。想到之前邪门的经历，我忍不住咒骂了一句：你说什么？我一回头，正对上保安阴郁的脸，他的神情严肃到恐怖，我有些害怕，下意识地舔了舔发干的唇。下一秒，他嘴角咧开，露出灿烂的微笑。你刚才的话可不能乱说。他把那把黑漆漆的伞举到我的面前，我一头雾水，他变脸怎么比翻书还快？给你看的好东西。保安快步走到保安室门口，将快递员手册翻了过来，背面写着：一旦成为马吉小区的快递员，不能中途反悔，除非公司倒闭或者死亡。我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，心里飙了无数脏话。难道我的命就要撂在这里了吗？一旦成为马吉小区的快递员，不能中途反悔，除非公司倒闭或者死亡。我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，难道我的命就撂到这里了吗？我气鼓鼓地上了3轮车，冒雨离开了这个鬼地方。很快，马吉小区迎来了第2个快递，心情沉重地来到马吉小区，保安熟忍地和我打招呼，我冲他强颜欢笑了一下。这时我的电话突然响起，是502的业主，一个冰冷的女声缓慢传来：我的快递到了吗？哎，到了，这就给您送上去。说着，一路狂奔来到5楼。我小心翼翼地叩响502的房门，门里突然传来了几声小孩子凄厉的啼哭声，接着是死一般寂静，只能听到我扑通扑通的心跳声。我遏制住逃跑的冲动，等待着对方来开门。不久，一个叼着烟卷的女人开了门，她面色枯黄，挺着一个圆滚滚的肚子，孕妇竟然抽烟。下次麻利点，别耽误了我正事，这奶粉可重要的很呢。他麻利地签了字，严肃地对我说：好的。我爽快地答应。你猜我肚子里的是男孩女孩？女人突然转移话题，不管是什么，都和老大做个伴儿。想到刚才孩子的哭声，我灵机一动说：我这是第1胎。那刚才孩子的哭声？哪有什么哭声？女人粗暴地打断我的话，难道是幻听吗？不可能，这个小区处处透着古怪。我的神经又一次绷紧。女人关门的刹那，她的表情突然僵住，2条腿开始疯狂颤抖，嘴里发出刺耳的尖叫和哭喊。我吓得面色苍白，问她到底怎么了。我要生了。女人终于吐出一句完整的话，她的话让我的脑子瞬间短路，几秒钟才缓过神。我赶紧扶住她，想让她回床上躺着，可是一只脚刚迈进房门，猛地想起那条规则，千万不要进孕妇的家，咽了一下口水说：你别着急，我这就打120。我掏出手机，女人却死死地拉住了我的胳膊。来不及了，她艰难地说。女人的肚子诡异地抖动起来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用力挣扎。她突然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我，从肚子里掏出什么东西，然后举到我的面前。我吓得目瞪口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女人突然爆笑起来：
你真是个怂货，这是假的。他随手把这个孩子扔在我的脚下，我惊恐地向后挪了挪，那孩子并没有哭。我定睛一看，才发现这娃娃和那老头的孙女是同款。再看女人，她的肚子依旧高高的隆起。你果然是个奇葩。我厌烦地丢下这一句，挣扎着爬起来，猛地冲下楼去，站在大门口，我剧烈喘着粗气。保安眯着眼睛，疑惑地看我，你怎么了？我抬头看着这栋麻吉小区，绝望地流下了眼泪。刚刚突然多了个快递，是4楼的，你再送一趟吧。保安将快递扔给我，我惊魂未定，直接用手挡了出去。快递哐当一下落在地上，快递盒里响起了诡异的儿歌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干嘛要做快递员？我后悔万分，惊慌失措地说，事实上我也记不清自己为什么是快递员，也记不清自己为什么会送麻吉小区的快递，仿佛从我有了记忆开始，就已经有了这个身份。这个快递我不送了。保安大叔没有回应，只静静地看着我。我一步一步往外走，在走到小区门口时，突然停住，接着是猛烈的颤抖，砰的一声，我跪倒在地，疼痛难忍，根本没有办法再往前一步，直到保安把我拖了回去，身体才渐渐恢复。这难道是不送快递的惩罚吗？仿佛过了1个小时，直到疼痛慢慢消退，我才晃晃悠悠地站起来。保安大叔把快递踢到我的脚边，4楼的。我嘴唇不受控制的哆嗦，两眼一闭心一横。4楼喜欢什么来着？你说什么？保安一脸疑惑。我平稳呼吸，拿起快递后往楼道走去，嘴里还在默默背着规则。走到4楼楼梯口，寂静的走廊里突然传来了稚嫩的歌声，我忽然心头一跳，这歌刚刚听过，是快递盒里播放的音乐。小心翼翼地走进黑漆漆的走廊，在405门口停住了脚步，伴着我的敲门声，歌声戛然而止。一个面色苍白的小女孩打开房门，她的眼睛如同琉璃球般晶莹剔透，嘴角向下微抿。姐姐，你是来送快递的吗？小女孩胆怯地问。我点了点头，将快递盒递给她。这是你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姐姐，进来坐会儿吧。小女孩说着拉起我的手，她的手很温暖，让我稍微安心一些。我不自觉地迈开了步子。小女孩签好字后，打开快递盒。当她把娃娃拿出来后，我的神经再次绷紧，猛地站起身。这个娃娃和502女人手上的一模一样。小女孩冲着娃娃的脸亲了一口，邪魅一笑，伸手将娃娃的脑袋转了过来。接着那诡异的儿歌再次传来。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惊得瞪大眼睛。隐约间，我看到那个人偶的嘴巴一张一合，我吞了一下口水。小女孩面无表情，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一动不动。你是想要离开我家吗？小女孩的声音很低沉，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，透着哀怨。可是你还没有给我唱童谣。看着她的眼神，我想逃跑，却根本挪不动步。405的住户是个小女孩，她喜欢童谣，想要安全地离开她家，记得唱童谣给她听。我想起女孩喜欢童谣的这条规则，尝试着哼唱着一首儿时的童谣。小女孩再次暴躁，这是垃圾。我吓得冷汗直冒，赶紧换了另一首童谣。也不对。女孩烦躁地揉着脑袋，下一秒一缕头发被她扯了下来。我终于支撑不住，崩溃的尖叫，一巴掌拍在女孩的脸上，夺门而去。你还没有给我唱童谣。女孩在身后追着我，慌乱中，不远处的房门打开，一个男人朝我摆手，快过来。女孩在身后追着我，慌乱中，不远处的房门打开，一个男人朝我摆手，快过来！竟然是他。第一次送快递时遇到的男人，他的出现宛若一根救命稻草。我手脚并用地朝他的方向奔去，待我躲进他的房间，他把门锁上，隔绝一切，我才松了口气，瘫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那个女孩很可怕吧？男人递过来一杯水，我接过放在手上，犹豫了一下没有喝，只点点头。他看了一眼笑笑，这水没问题的。男人的话让我稍微松懈了一些，把水放在嘴边抿了一小口，水的甘甜让我更口渴，我忍不住多喝了几口，身体的疲倦感驱散了许多。你们小区该怎么出去啊？也许真的是走投无路，我只好问面前的男人。男人皱眉，走出去啊？你是被那个女孩吓到的吧？别害怕，她很可怜的，她的妈妈住在5楼，生了她却不要她，还天天家暴，所以她就心理扭曲了。对了，你给我爸送手机了吗？男人笑容满面地拍了拍我肩膀，麻烦了，我爸的病时好时坏的。原来他是6楼那个老爷爷的儿子。我稍微松懈了一些，听着门外已经没有任何响动了，我摸了把脸叹气道，真是麻烦你了，我得走了。心想着我得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就算疼死在小区门口，我也不想再踏进来一步。刚站起身，我眼前突然天旋地转，眼皮沉重万分。最后的画面停留在男人诡谲地看着我笑，倒下的一瞬间，我蓦地想起那2条规则：快递员送快递时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请保持安静。
在楼道里碰见住户，不要主动和他搭讪，更不要收他的任何东西。我醒来时，周围黑漆漆的，头还晕乎乎的感觉，浑身酸痛，像是血液流畅不通一样。我想起身，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，我竟然被男人用绳子捆在椅子上。这时房门被推开了，紧接着屋内一片光明。我眯起眼睛，看到男人笑着向我走来，他坐在我对面，翘着二郎腿，血笑的眼神注视着我。这么细皮嫩肉，真的有点可惜啊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抓我？我不敢看他，弱弱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。他歪头眯着眼，又说了一句我始料未及的话。你猜一下，楼下肉食品加工厂的原料是什么？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陡然瞪大了眼睛，冷汗打湿了我的衣衫。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个鬼地方了吗？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颤抖着声音问他。这是你的命，你逃不掉的。男人突然扼住我的脖子，他力气大的几乎要把我的脖子拧断。突然间，外面传来女人的惨叫声，男人猛地收回手，脸上扬起了笑意，挑了挑眉说：你很快就不会孤单了。屋子里再次陷入了静寂，外面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响动和男人的咒骂声。理智告诉我不能坐以待毙，这里的人一定有问题，或者说这里的人还是人吗？我开始四下寻找能解救自己的工具，意外的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把杀猪刀。我拼尽全力向一边倾斜，然后连人带椅子倒在地上。我咬着牙让身体带着椅子挪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汗流浃背的来到了杀猪刀的跟前，随后又用嘴将刀叼起来。刀背上的腥臭味差点让我吐了出来，可是为了活下去，我咬紧牙关。我的口腔里很快全是血腥味，担心男人随时都会回来，我不敢有一秒的停歇。绳子终于被我割断，重新恢复自由的我泪流满面。猛然间，我听到门把手转动的声音，是他回来了。我急忙将椅子扶起来，把绳子假装捆在身上，然后双眼紧闭。男人进屋看到我的模样，不禁自言自语：不会是死了吧？这肉就不新鲜了。说着，男人蹲下来，把手指凑到我鼻子前来探我的气息。就是现在，我举起杀猪刀，猛地砍了下去。男人发出尖利的叫声，他捂着脖子上的伤口，痛苦的一头栽在地上。我心惊胆战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接着迅速朝门口跑去。我要活着，我要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楼道里一片漆黑，手机不知道被我丢在了哪里，我只能摸着墙踉跄地往下跑，心脏紧张的要跳出胸膛。跑着跑着，我仿佛看到了楼口的光亮。突然间，一个人拦住了我的去路，他的手上提着一根木棍，是那个保安大叔，他正凶神恶煞地看着我。大叔，我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句，和他保持了一段距离。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，折腾了这么久还能活着走出来。他扭了扭脖子，双手举起了木棍。我不能死。我将脑袋歪到一边，木棍扑了个空，重重砸在墙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保安忍不住咒骂了一句。趁着他放松警惕时，我扭头拼命往楼上跑，一边跑一边背着规则：马吉小区一共有6层，没有第7层，没有第7层，难道是7楼？保安的狞笑声响彻整个楼栋，那笑声离我越来越近。我用尽全力奔跑，4楼、5楼、6楼、7楼，果然有7楼。7楼只有一个木门，门缝里透出了温暖的光亮。保安已经近在咫尺，我跑向7楼，伸手铺开木门，阳光打在我的脸上。我努力睁开眼睛，入眼的是我的卧室。难道之前发生的种种只是一个梦？我摸了摸自己的身体，依旧健全，随后又抬手在胳膊上掐了一下，痛感让我险些喊出来。不经意抬眼时，床头的娃娃正歪着头看我，这娃娃和我梦里的一模一样。我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伸手将它塞进抽屉里。就在我回想着刚才那逼真的梦时，手机铃声倏地响起。女士，你好，经过公司筛选决定，你被录用了，下午就可以直接上岗。这通电话让我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兴奋得不能自已。我兴冲冲地办理了入职。快递站长将一个包裹直接递到了我的手里，我低头一看，2只眼睛差点吓得掉出来。地址是马吉小区601，收件人是孙广才。